阿云，阿云，岳长老，你为什么要害他？解药，我已经配好了，以后你不需要喝这个东西。我知道这药只够一人解毒，我是不会喝的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一定会救你，那我就绝对不会食言。而且你也跟我说过，你加入宫门就是为了寻求保护，过个安稳日子。那我一定如你所愿，护你周全。你为何这么做？你自己不要活了吗？你是宫门之人，没有任何人的命比你重要。你死了，他们也不会让我活。我赢了。我和上天打了一个赌，我赌你喜欢我，我赌你愿意把生的机会让给我。刚才那碗药才是真正的解药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怎么这么傻？阿云，阿云，岳长老，你为什么要害他？岳长老！恭喜云姑娘，恭喜知人大人。你刚才叫他执刃大人？是的，于公子成功通过试炼，在我心中，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知人了。所以，公子已经解了我们身上的噬心之约。没有。你还记得岳长老跟我们提过3味最重要的药材吗？吴姜、须臾草、解毛。
这是岳长老在跟我们玩藏头诗呢。藏头诗，无需解，无需解。没错，石心之月的毒根本不需要解。曾经执刃大人第一天就脱口而出，说石心之月是无解之毒。我当时还吓了一跳，想说，执刃大人未免也太过天资过人，能够解开无解之毒，才是挑战。现在才明白，当初岳长老说的无解，不是无法解，而是无需解。半月之影会让你们全身像被烈火灼烧，如果迟迟不解，烈毒就会攻心，就无药可救。所以我吃下的根本不是毒药。不但不是毒药，而是一剂非常珍贵的补药。这也是百草萃对于石心之月无效的原因。没错，石心之月在服下后虽会让身体感到痛苦，但只要能熬过去，所有中毒症状都可以自行消除。血枣，食盐草，无白子，玄参，落葵。奇怪，怎么都是些寻常草药的味道？镜子，发簪，曾有女子住过这里。多谢云姑娘。若这药是假的，那云姑娘当时说的话，是不是就不可信了？你喜欢我吗？不喜欢。对哦。你还笑得出来？你是无风细作吗？不是。岳长老被侍卫撞见去地牢见无风刺客，云姑娘也被怀疑是无风之人。岳长老用假药帮云姑娘解围，这……我突然想到，岳长老房里还有一间密室，密室里面有女子生活过的痕迹。月宫之内，从未听说过有女子居住。密室里还有一个手镯。手镯？那手镯有何特别之处？云雀。云雀？云姑娘贴身携来的戒指上也有一只云雀。糟糕，我的项链。那个侍卫所说之人，
确定是岳长老？不确定。他说那人穿着素袍，衣摆上有若隐若现的原纹。万千相思万千绪，那我在玉宫等你。万千相思万千绪，不出西阁凭言说。我在玉宫等你。他约了岳长老见面。你果然听出了那首诗。万千相思，万千绪。你用这种方式约我相见，你想问什么？你为何会有云雀的手镯？你认识云雀？一梅是我心爱之人，云雀曾向我提起你，说你是这世上唯一对他好的人。他给我看过你的画像，所以初次见面之时，我就认出了你。那你明知我是无风之人，为何还要用假的誓言藏，暗中帮助我？云雀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云雀到底是不是宫门杀的？你是无风之人，不要和我说话。岳长老，你身居宫门高位，为何背叛宫门？知人大人，我从出生开始就身居后山，从未在江湖中走动。我不可能是无风之人，我也绝无伤害宫室一族之心。但确实，我帮过无风。事情原委，知人大人只要愿听，我便知无不言。说。2年前，无风曾派人潜入宫门，试图偷取百草萃。知人大人可还记得？自然记得。那个人就是云雀。
那个镯子是姐姐送给我的，戴上去就再也没有摘下来过。等你回来，我帮你重新戴上。我再去拜托宫门最好的锻斗匠人花公子，让他帮我打一只新的手镯送你。我在上面可以问心愿。好。随后，云雀的尸体就被吊在了宫门城墙之上。按照约定，我会在第3天晚上去把尸体取下来，再假演一场下葬。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云雀了。云雀，你再也不用害怕了。他就可以在月宫和我一起过一辈子。只是没想到，第3天晚上去城门楼的时候，我所希望的竟然成真了。怎么了？回月公子，刺客的尸体不见了。云雀到底是不是被宫门所杀？宫门的人不会杀云雀，应该是吴峰收获云雀尸体的时候，发现了云雀假死的秘密。